沈清河，接旨。沈清河扰乱春耕，妖言惑众，毁坏县菜，按律流放北京荒州。我穿着嫁衣坐在沈家正堂，凤冠压得我脖颈发酸，掌心却始终攥着一枚平安扣，那是陆明涵7年前亲手送我的。他说，等他高中，等他袭爵，便八抬大轿娶我入永安侯府。今日便是他来迎亲的日子。沈清河，接旨。清河，别怪我。那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嫁妆。你别这样看我，我知道你不甘心，可是良策献给朝廷，是为了天下百姓，不是为了你我姐妹争宠。什么良策？清河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装吗？那是我父亲留下的9区农书残卷。父亲病重时告诉我，那卷书里记着改盐碱地、御寒俗种、修渠去水之法，是沈家数代农师的心血。你极恨玉婉将春耕册献给皇后，便烧毁农书，还在京郊市田里撒了一场灰，害春苗一夜遭黄。沈清河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陆明河，你信他，不信我。世子，别逼姐姐了，她也是一时糊涂。只要姐姐认错，我愿意替她向皇后娘娘求情，哪怕她毁了我的猩红色，我也不怪她。你说春耕册是你的，姐姐，你到现在还要争吗？那你告诉我，京郊那块世田为什么要先翻3遍土？为什么春苗发黄后不能立刻灌水？为什么寒熟种切块后要晾半日再下地？够了，清河，玉婉身子弱，你何必咄咄逼人？原来如此，一个人想偏心的时候是不需要证据的。沈清河扰乱春耕，妖言惑众，毁坏县菜，按律流放北京荒州。荒州，大英最荒凉的地方。姐姐，你放心，你的农书我会替你好好用，你的婚约我也会替你好好守。至于你，到了荒州就别回来了。沈清河，陆明恒，今日不是你退我的婚，是我沈清河不要你了。满堂红绸，满地喜果，还有站在一起的陆明恒和沈玉婉，我忽然觉得这身嫁衣真脏。那里装着12颗寒暑种。清河，若有一日走到绝路，不要怕。种子落在好田里是粮，落在荒地里便是命。沈姑娘，到了。这里就是荒州。京城的人说了，你不是会种地吗？那你就在这里种给我们看看。还有粮，上过来！给我把粮交出来！荒州，他们以为这是我的坟场。这里没有侯府，没有陆明鹤，没有沈玉婉，没有京城那些吃人的规矩。想活，就把手松开。你敢击败人？你可以试试。他们恶，他们狠，可越是恶到极处的人，越怕死。不想活，我现在就送你们上路。从今日起，荒州这块地，我沈清河接了。小钟带还在，12颗寒暑种，1颗都没少。有点意思。沈姑娘，京城都说你温顺端庄，原来也是个狠的。祖母，你醒醒！谁来救救我祖母？七小姐，黄州连干净水都没有，老夫人怕是……闭嘴！中暑脱水，再拖下去，人必死。
是谁？别碰我祖母！想让他死，你就继续来。你去找破布，你挖这棵枯槐根下的湿泥，还有你把那边石缝里的白霜刮下来。刚才抢种子的时候，一个个倒是有力气，现在救人，装什么死人？听他的！你真的能救我祖母？能不能活，看他命。你若能救他，我秦昭月欠你一条命。秦昭月，秦家，京城前太傅是秦家的女儿，难怪这般贵气。只是秦家不是早被贬出京了吗？我没有多问。祖母，昭月，姑娘，你袋中装的是什么？可否给老家看一眼？祖母，他刚救了你，你别为难他。我不是为难，我是想确认一件事。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，就这么个破玩意儿，也值得拿命护着？寒暑种，竟真是寒暑种！祖母，这是什么？大云仙农录中记载，寒暑耐旱耐贫土，叶可食，根可饱腹，若能种活，荒年可救万民。只是此物早在20年前便失传了。姑娘，你到底是谁？沈清河。沈怀川是你什么人？家父。原来是故人之后。沈姑娘，荒州有救了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他是陆明环的人，我若死在荒州，一切干净；可我若活下来，还带着荒州的人一起活下来，京城那边就该睡不安稳了。他在给谁传信？给想让我死的人。那你不拦？为什么要拦？他们知道我活着才会急，他们急了才会露出马脚。明日开始找水。这里还有水？荒地不怕干，怕的是没人懂它。有，而且不远。官府找了3年水都没找到。只是昨日我救活了秦老夫人，又拿出了传说中的寒暑种，他们才愿意跟来赌一把。沈清河，你确定这里有水？你若怕累，可以回去。谁怕累了？这地方一看就没水，他是不是耍我们？再挖不出水，今日可就没力气回去了。沈姑娘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刘范的口粮有限，你若带着大家白费力气，便是害命。不如把你的寒暑种交出来，免得被你折腾坏了。急什么？这里竟然有青苔！青苔洗湿，黑蚁往低处筑穴，却没有离开这片山坳，说明地下潮气足。再看那边的枯草，根部发黑，不是晒死，是泡过。说这么多有什么用？水呢？挖这里。你叫什么？石宽。石宽，想不想活？想。那就挖。半个时辰过去，只有干土；1个时辰过去，还是干土。够了！沈清河，你还要骗大家到什么时候？他根本找不到水，他就是想借你们的手替他翻地。京城说他是灾星，果然没错。他一来，大家连最后一点力气都要被耗光。把种子交出来，不能再听他的了，他要害死我！你们胡说！他昨日还救了我祖母。秦小姐，他救人或许是真，但谁知道他是不是为了骗取你们信任？沈清河，交出寒暑种。是了，吐湿了，吐湿了，真是啊！赵牙关，继续挖吗？水，真的有水！荒州有救了！沈姑娘，我石宽服了。沈姑娘，我们听你的，只要你能让我们活，我们都能听你的。水还浑，但有水就有命，有命。今日不许抢水，先挖蓄水坑，再铺实绿泥。老人孩子先喝，壮丁最后。凭什么壮丁最后？因为壮丁还能干活，
荒州从今日起按劳分时，按工取水。不服的现在可以走。沈清河，你以前在京城也是这样的吗？以前我太蠢，总以为只要我把事做好，就会有人信我。现在不会了，从今往后，谁想从我手里拿东西，都得凭本事。只中3颗，剩下的是命。要防天灾，也要防人祸。赵牙关，你主子没教过你，偷种之前要先看脚下有没有灰吗？原来真的是你。沈清河，你就该死在京城！谁是沈清河？那纹路和父亲临终前藏在农书里的残图一模一样。父亲病重阶段前，曾从怀里取出一张残图，塞进9曲农书的夹层。若一日你见到这个纹，切记不要轻笑，也不要逃。我那时不懂，如今懂了。父亲的死，或许从来不是病死。你是沈怀川的女儿？是。萧将军，沈姑娘刚救了荒州的人，她不是坏人。萧将军，北境少将军。传闻中，他16岁上战场，20岁守住燕回关，3年前却因军中内斗被萧兵权，常年病弱，喜怒无常。有人说他是护国立业，私拒流犯，私开光田，撕曹廷弃子。沈清河，你可知按律当押入军营审问？不是普通病弱，是毒入肺腑，又久服苦药。萧将军军中是不是也有300人腹痛、高热、吐泻不止？大胆！你怎知军中之事？看来我说中了。谁告诉你的？没人告诉我。你们一路急行，若只是来抓我，不会当病兵。他眼底泛红，舌苔黄腻，身上有梅凉酸腐气，不是癔症，是梅凉伤胃。继续说。若只是几人病倒，是军厨失误；若300人同时病倒，是粮出了问题。北境近日无雨，军粮却受潮发霉，只能说明有人故意失仓。你胡说！军粮由粮曹亲自看管，谁敢？你能救？赵押功方才要杀我，萧将军可看见了？看见了。那他怎么处置？将军，小人是奉命押解流犯，他妖言惑众，小人才……押解官厮杀流犯，杖50，押入军牢。将军，小人是陆世子的人，你不能……再加20。现在能救了吗？能，但我要3样东西：干净陶锅、粗盐、未埋结的米。军中米粮都受潮了。荒州刚换来旧粟，虽少，但能救急。我去拿，带人去取艾草、姜片、焦炭。焦炭也能入药？能吸脏气。慢些，先润唇，再煨半勺。这些土法子真能救人？他们不是中毒溺死，是没粮伤疲弱，先止泻、补水、散寒。你若有更好的法子，请。给我的。将军若倒了，这300人就更活不了。你倒是不怕我？怕有用吗？沈姑娘，是我眼拙。粮袋底部有霉斑，可封口处却干净，这说明不是运输途中受潮，是入仓后被人从底部浇水。有人故意失仓，
而且做得很熟。你父亲当年查的也是10层啊。你知道我父亲的事？救活他们，荒州这块地，本将军保你。但从今日起，你不能只种地，你要跟我一起查粮。荒州不是终点，是局眼。所有线都在这里缠到了一起。好，但萧将军也记住，我帮你查粮，不是为你，是为我父亲。正好，我也不是为你，我是为北境30万兵。可我知道，有些东西已经开始发芽了。赵虎只是刀，磨刀的人还在京城。从今日起，荒州不养闲人，想吃饭就干活。老人孩子按清活计工，妇人可筛土、育苗、烧灰、壮丁、修渠、雷厉。我们都是流犯，又不是你的佃户，凭什么听你使唤？你可以不听。荒州这么大，你想去哪里都行，但粮是大家干活换来的，你不干就没你的份儿。我听沈姑娘的。我也听，只要能活，我愿意干。会写字吗？当然会。那你记功。我记这些流民的功？你想只做被人保护的秦小姐，还是想做能保护秦老夫人的秦昭月？昭月，记就记。这边再深半寸。荒州的土太瘦，直接下种，种子只会死。这样真的能种活？这把沙土散，留不住水；这把盐土白，伤根；这把混过腐叶和灰，能保湿也能养苗。真不一样。沈姑娘，这不是切坏了吗？每一块要带牙眼，切完不能立刻下地，要晾半日，让伤口收住，不然会烂。你父亲以前是不是也这样教你？天地有性，万物有时，种地的人不能急，急了苗会死，人也会死。是。清河，你今日太锋芒，可希望若没兑现，反噬也会最狠。我没有退路。你父亲当年也是这句话。老夫人认识我父亲。旧事未明，现在说了，只会害你。苗没了！这是沈姑娘的簪道，难道是她自己拔了苗？她是不是根本种不活？怕我们怪她，所以先毁了。胡说！她为什么要毁自己的种？谁知道她是不是想独吞？把剩下的种子交出来！交出来！沈清河，你说话啊！一个进育种棚偷苗的人，不可能让簪子这么干净的掉在地上。想要种子，可以搜，若搜出被毁的苗，我认。现在去搜你的账后。凭什么？凭你右脚沾着育种棚里的黑泥。哇！是他害我们，差点冤枉沈姑娘。荒州所有人都在求活，你却毁大家的命。命？你们以为有几株破苗就能活？沈清河，3日后京城断粮令就到，没了官粮，你们全都得饿死。断粮，对现在的荒州来说，比拔苗更狠。怎么办？但只要根还在，就未必不能活。没有粮，就换粮。拿什么换？所有人都嫌他没用，可我知道，那里藏着荒州的第一桶金。盐。奉京府令，荒州流犯自即日起停发口粮，若有不服，按乱民处置。沈姑娘，你说能换粮的，粮呢？我们已经2日只喝稀汤了。你们急什么？他一定有办法。荒州现在确实没有粮。想活吗？想活就跟我走。
沈姑娘，这水不能喝。我知道，这里不能喝的水，能换能吃的粮。第一池沉泥，第二池铺砂石过滤，第三池接青卤。再往下挖！疼就歇着。我才不让你看不起。可没有一个人走，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别的路。这样真能出粮？出不了粮，但能出比粮更值钱的东西。盐，盐。有盐，就能换肉、换粮、换皮毛。烫。真的是盐，荒州有盐了。清河，你开出的不是盐，是荒州的活路。石宽，带10个人跟我去边市。是。我也去。赵月，边市杂乱，你一个姑娘家。祖母，我想去。我不想每次都躲在后面等你带粮回来，那就跟上。边市离荒州不远，却鱼龙混杂。盐，这荒州来的能有好盐？1罐盐换来1袋旧粟，3罐盐换来干肉和羊乳。这1罐盐色白味正，至少换2袋粟。小姑娘倒会讲价。不是小姑娘，是荒州秦昭月，那个嫌泥脏、嫌风沙粗的贵女，正在一点点长出新的骨头。诸位留步，你是谁？边市裴万金，北京最大的粮商，背后靠着京中贵人控制边市粮价。听说荒州出了盐，我特意来看看。你这些盐，我全要了。看完了，让路。1车盐换1袋粟。你抢劫啊！边市粮都在我手里，你们不换，便1粒粮也带不走。你这是趁火打劫！在这里，谁有粮，谁就是规矩。裴老板说的对，谁有粮，谁就是规矩。那若有一日粮不在你手里了呢？沈姑娘，我们不换了。不换。荒州那些人还等着粮救命。今日你不让我带粮走，明日荒州的盐1粒也不会进边市。沈姑娘，真不换啊！大家会饿死的。你觉得呢？裴万金今日敢1车盐换1袋粟，明日就敢让我们用韩曲种换1口饭，学聪明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边市不止裴万金一个人，只是从前没人敢绕过他。动作快些，天亮前送出去。秦昭和写了10几张换盐木牌，能不能活，看明早。他们没有从边市走，而是直接来到荒州。1罐盐换2袋粟，3罐盐换1只羊。数清楚，安排换盐。裴万金控制的是边市粮铺，可他控制不了每一个想活的人。有粥了，真有粥了！沈姑娘，荒州活了。他不会善罢甘休，正好，我也没打算放过他。荒州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命脉，但命脉一旦出现，抢他的人也该来了。荒州私盐扰乱边市，若想平安，就把盐池交出来。你们还敢来？沈姑娘，我家老板给你脸，你最好接着。你们裴家昨日1车盐只肯换1袋粟，今日还敢来抢盐池？秦小姐，你们秦家已经不是京城太傅府了。他从前最怕别人提秦家败亡，可这一次他没有退。秦家再败，也不会趁人断粮时抢人生路。看来你们是不肯交了。交。沈姑娘果然识时务。裴老板想要盐池，总得拿出诚意。荒州缺粮，我可以给你们30袋粟。30袋？你打算叫花子呢？成交。从今日起，这几口池子归裴家看着。沈姑娘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那可是盐池！你是不是觉得荒州撑不下去了，所以才卖掉盐池？你们以为盐池最值钱？真正值钱的是知道哪里有卤，怎么滤泥，怎么控火，怎么结晶。他守得住3口池，守不住30里荒滩。
怎么回事？你骗我们！我只说交池子，没说交火炉。裴老板做买卖，不看货吗？荒州的新盐悄悄流向北境各处。刘家猎户盐3罐换鹿肉2条，土木木户盐5罐换粟米6袋，云集小商队盐10罐换铁轴8把。这下裴万班是不是完了？还早，他只是丢了边氏，不是丢了命。沈姑娘，将军让我送来这个。裴万金不只是粮商，他还替人转运北境军粮。父亲当年留下的残土里也有这个文。这是什么？是我父亲旧案的线。裴万金带人扣了我们的商队，说黄州盐是私盐，还要把秦小姐一并抓去边上问罪。裴万金终于坐不住了。沈姑娘，我们带多少人？不带人，带账醋。今日我要让裴万金自己跪着，把商道还给黄州。沈姑娘终于肯来了。沈姑娘，我们没偷没抢。私盐入市，扰乱官价，按律该罚。荒州盐换的是活命粮，不是官盐买卖。这盐若不是私盐，你们可有官饮？他不是要讲理，他是要用规矩压死我们。姐姐，听闻荒州司主盐扰乱边事，我实在担心姐姐。担心？我看你是来落井下石。秦不清这样说，我也是为姐姐好。清河，玉婉为了你求了侯府许久，才带来镇荒粮。他总是这样，沈玉婉掉一滴泪，他便觉得全天下都亏欠他。姐姐只是性子急，想救荒州百姓，才会用了我的法子。你的法子？荒州制盐屯田换粮之法，原是我在京中整理的春耕册。清河，玉婉没有怪你偷学他的法子，你也别再争了。陆明鹤，你是蠢还是坏？你说什么？你说荒州屯田法是你的，姐姐非要当众争吗？既然是你的，那我问你，寒暑切块为何要晾半日？自然是为了去异常。盐碱地反清，先排盐还是先灌水？先灌水。哼，怪不得你种不出粮，猛灌水只会反盐烧苗。暴雨后田能开裂，是先堵还是先泄？荒州每一口盐池、每一亩田、每一条水渠都有记功册，谁挖的、谁筛的土、谁搬的石、谁守的业，全部有名有印。沈玉婉，你的名字在哪儿？姐姐，你何必这样羞辱我？够了，还没够。你说屯田法是你的，可以，那就签3年收成担保。荒州若欠收，沈二小姐以侯府嫁妆、沈家田产、京中名声一并赔付。原来是茂公啊！这京城小姐脸皮真厚，荒州人都快饿死时没见她来，如今有盐有粮了，她倒来认功。沈姑娘，别转移话题，今日说的是私盐。好，说私盐。北境军300并兵，因裴家转运的煤粮险些丧命，荒州盐已由北境军暂征为军用盐。裴万金私吞粮抬价，扰乱边关，奉将军令，押回军营审问。我是宁王的人，你们敢动我？动的就是宁王的人。沈清河，你斗倒我也没用，宁王已经盯上黄州了。那就让他来。今日真正危险的，不是裴万金，而是沈玉婉。沈清河，我
得不到的，你也别想要。第2日清晨，荒州出事了。肚子疼。我的孩子，沈姑娘，救命啊！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沈姑娘，救命啊！沈清河，他们是不是中异常了？腹痛、唇青、舌根发黑，所有人不许再喝取水。石宽，去造灰盐水葛根。秦昭月，记下所有中异常人的取水位置。我这就去。姐姐，为什么你这么熟练？这些人昨日还维护你，今日变中异常。姐姐，你是不是为了让荒州百姓更依赖你，所以在水里下了药？清河，若与你无关，你就把9级农书交出来，让大家看看你用的药方。你要我的农书？上一次你让我自证清白，我被流放到了荒州。姐姐为何总把世子想得那么坏？因为他蠢，而你坏。乌舌藤，这是什么？毒草，入口腹痛、唇青、舌黑。那也不能证明不是你放的。乌舌藤喜温湿不耐寒，荒州没有，整个北居也很难找。那也不能证明不是你放的。乌舌藤喜温湿不耐寒，荒州没有，整个北渊也很难找。但金鸡妖、永安侯府等防花圃里有。姐姐，你不能因为我住在侯府就污蔑我。搜他身边婢女，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跑什么？不是我，是他，是婢女自己做的。小姐，是你让我投的。你说只要回了水区，荒州人就会重新恨大小姐。玉婉，世子，你信我，我是被陷害的。这句话我曾经也说过，可那时陆明恒没有信我。把他绑起来！让他差点害死我们！杀了他！陆世子还要护这个毒妇？为什么？他差点害死那么多人。这种人为了抢功可以偷农书，为了嫉妒可以暗中做手脚，但他没有本事调动裴万金，更没有本事让宁王盯上荒州。他背后还有人，压起来，他这条命留着还有用。沈姑娘，将军说裴万金招了。裴万金背后果然是宁王，而宁王要的不只是荒州的盐，他要寒暑冢，要女护田，要新粮仓，要整个北境两全。宁王已经向朝廷请旨，要派钦差接管荒州。接管北州？取水被毒草污染，暂时不能用，但田还在，人还在，种子也还在。那就让他来。荒州不是谁想拿就能挪走的。宁王的钦差比段良令来得更快。这就是沈清河折腾出来的荒州，臭气熏天，毫无规制。他是魏宠，宁王门下的人，最会拿律法压人。不像来查案，像来抄家。荒州流犯私开田亩，私置盐池，私通边事，已有聚城生乱之嫌。奉命查封荒州田侧、盐池种仓。查封田？那我们吃什么？种仓不能封啊！谁敢动？沈清河，退后。钦差大人要查，可以。算你识相。那块田哪一亩该封？本官只管封册，哪管什么田？哪一池是陈泥池，哪一池是青乳池，哪一池已经废卤，哪些是母俗，哪些是芽块，哪些已经沾湿，必须立刻处理。沈清河，你在戏弄本官！我是在救大人。你若不懂田，不懂盐，不懂种，今日随手一封，明日荒州断收，到时死的不是1个2个流犯，是3721口人。区区流犯，死便死了。大人这句话我记下了。荒州现有田167亩，盐场9口，蓄水坑4处。若大人今日封田，我立刻上书北境军。荒州原可供军粮示众，却被钦差一纸封令毁于一旦。你敢威胁本官？不是威胁，是告知。荒州田侧，本官今日一定要封。
封田之前，请大人亲自验田。朝廷封田，总要知道封的是什么。你踩坏田埂了！大人可知田埂为何不能踩？哪株是寒暑，哪株是野藤？这才是野藤。若大人今日封田，让不懂农事的小吏接管，不出3日，田埂毁，水渠堵，苗根烂，到时荒州不用王击败，自己就死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荒州不能靠我一个人，只要都记在我沈清河一人名下，他们就能拿我开刀，夺走荒州。所以从今日起，荒州改立女户屯田册，每10户为1甲，田不归我，归耕种之户，种仓归全荒州共管，盐池归技工出力之人轮值。荒唐！女子怎可立户？既然他们种出了粮，凭什么不能立户？我们也能有户？能。只要你下地，只要你技工，只要你守田，你就不是谁家的附属，你是荒州根户，荒州第1户，秦氏昭月。我男人死在路上了，我带2个孩子，能立吗？能。反了，真是反了！谁反了？萧将军，本官奉旨查荒州，连眼神都不曾僧息。北境知需示众寒暑，荒州田地暂列军屯合作，谁毁荒州田，按务军粮论处。沈清河，你今日能躲过，未必次次能躲过。大人说的对，所以荒州从今日起，不再只靠一个沈清河，荒州人人都是荒州的根。他们像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命也可以被写进册子里。你这一步，朝中会更恨你。他们恨我，说明我走对了。怕吗？怕，但怕也要重。魏崇离开后的第7日，荒州又出了事。这一次不是封田，是征议令。北境军粮道被山匪截断，荒州壮丁协助运粮修道。荒州1200名壮丁被征走800。沈姑娘，我走了，田怎么办？男人一走，荒州几乎空了一半。寒素苗刚刚返青，水渠还没稳住，盐池也需要人。如今他却要管辖整个荒州的工。沈姑娘，将军说这征议令来的鬼怪，山匪劫粮是真，但偏偏抽荒州壮丁，像是有人故意拆你的田。这是宁王的第2道，封田不成就抽人，他想让荒州自己乱。男人走了，田就不种了。你们昨日按手印时说自己是耕户，今日田在这里，谁敢认？我认。我不会修渠，但我能学，我能筛土，也能守夜。沈清河，分活吧。怕不怕累？我现在怕的是没粮。好，妇人分3队，第1队护苗，第2队管水，第3队烧盐、换粮、记账、守仓。老人编筐搓绳，孩子捡柴、赶鸟、报信。所有人都动起来。水漫进去了，我太旺了，快撤柴！我拔错了。我们真的不行，男人不在，我们撑不住。地不会因为你是女人就不长粮，人也不会因为你是女人就该饿死。沈清河，你说话真难听，但听着痛快。水低于第1条，开上渠；水高于第2条，放下渠。看第1条线，先开上渠。第3日，柳娘学会了看苗根；第4日，跛脚妇女学会了控火煮盐。1声开水，1声停水，3声有人
第6日夜里，延迟起火。救我！不要用水过路池，铲沙，铲沙，快！先看这里！他们在火光里咬牙撑住了延迟。天亮时火灭了，延迟保住了。疼？不是，我只是忽然觉得，我们好像真的能行。秦小姐，不是好像，是已经行了。正午，石宽托人从征议队传来消息，山岛塌方，男丁至少半月回不来。同时送来的还有另一张纸条：荒州女护月里乱纲，必遭天罚。天若要罚，就先罚那些毁粮的人。宁王这一步没能打散荒州，反倒让荒州女子真正站了起来。可下一步，他一定会更狠。北境军中有人弹劾我私护荒州，朝中也有人上奏说你煽动复员吏户，聚众敛粮，所以他们要你交出寒暑种和女护册，否则便定荒州谋乱。他们终于急了。你准备怎么做？收粮。只要第一批寒暑出土，荒州就不是乱民，是粮仓。从那日起，荒州进入最难熬的半个月，延迟要重修，水渠被人几次暗中堵塞，田边也总能抓到陌生脚印，可没有一个人退。秦昭月每日天不亮就起来，先查水位，再点女护名册，最后去延迟记账。柳娘带妇人守苗，夜里风大，谁都不肯睡死。荒州从前是一盘散沙，如今却像一张网。第15日清晨，我蹲在第一块寒暑田前，叶子已经铺开，长势比我预想的更好。清河，可以起了吗？可以试一株。我回来的正好。回来，我们都快把你的活干完了。你来。我这半个月是你守的苗，第一株该你起。有粮，真的有粮，长出来了！荒州长出粮了！祖宗保佑啊！我们活了！沈清河，他真的从荒地里长出来了。父亲说过，种子最不怕苦，只要给它一点水、一点土、一点活路，它就会拼了命长。第一锅寒薯煮熟时，香气飘满荒州，每个人只分到一小块，可没人嫌少。甜的，没想到还能吃上自己种出的粮。他们亲手把自己从死地里拉了出来。就在荒州欢喜时，京城的车队到了。这一次来的不是钦差，是永安侯府的车驾。陆世子来干什么？清河，我听说荒州断粮，所以带了粮来。断粮令是谁让人递来的？陆世子不会不知道吧？我不知情。你总是不知情，不知偷农书，不知赵虎杀我，不知断粮令，不知水渠投毒，你什么都不知，却每一次都刚好站在害我的那边。清河，我承认，我以前错信了玉婉，但我现在知道错了。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他疯了吗？你当沈姑娘是什么？你想丢就丢，想捡就捡。清河，我可以恢复婚约，你依旧能做永安侯府世子夫人。荒州这些事儿，我也可以替你向朝廷解释。原来他不是来道歉的，他是来收编我的。这是我流放前从嫁妆匣夹层里带出来的，上面还写着2家婚盟百年好合，真讽刺。清河，别闹！陆明和，你记住，当年不是你退我，是我不要你。从今往后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清河，荒州不收侯府的施舍粮，若是真心赎罪，就按市价换盐；若不是，带回去。荒州账房在此，陆世子要换几罐？他从未想过，有一日连施舍都施舍不出去。沈姑娘，将军急信！萧纪查到宁王在北境私设粮仓，但消息走漏，他的人被困在黑石谷。若3日未归，护好荒州粮。你和萧纪已经走得这么近，与你无关。清河，萧纪是在利用你，他得罪宁王，迟早会拖死你。
不是所有并肩同行都叫利用。点20人，带干粮、盐包、药草。我也去。你留下守荒州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荒州不能只会等我回来。第一批粮已经熟了，可更大的风暴也已经到了。清河，你不能去，萧季的局你斗不过。让开！沈清河，你放心，荒州我替你守。好。萧敬这一去，查到的不只是宁王私粮仓，还有父亲旧案真正的入口。黑石谷在荒州以北30里。沈姑娘，怎么不走了？这几日荒州无雨，谷口却有潮土，有人动过这里。有人想用落石堵谷？不是想，是已经堵过一次了。若我们贸然进去，山上再滚一次石，进退皆死。把粮车拆开，拆车板，扎挡木，草带填湿土，堆在谷口两侧。挡落石？挡不住大的，但能让它偏。修过渠，垒过梗，救过盐塘火，他们比官兵还快。半个时辰后，谷口两侧多了2道斜坡土挡。盐也能挡石？不能，里面的人快没力气了。他们需要的不只是粮，还有盐。里面还有人活着。3声代表有敌。谷内回了2声，有伤。萧敬果然受伤了。来了！趴下！半尺不多，却足够让他没有完全封死入口。推车！可没有人退。冲入谷内后，浓重的血腥气混着尘土扑面而来。谁让你来的？你心里没血不许来。胡闹！这是宁王设的死局。你都快死了，还有力气训我？沈姑娘，剑有刀钩，军医不在，不能乱拔。信我吗？信。粮仓呢？什么粮仓？宁王私粮仓入口不在谷外，在谷内暗道。他们设伏不是为了杀你，是为了堵住入口。里面有账册，还有当年沈怀川旧案的真凭，只来得及看见一角，黑色双鱼纹。若今日退走，宁王一定会派人彻底毁掉这里。沈清河，不许冒险。我父亲的冤，也值得我冒一次险。跟上他。石缝里又窄又黑，越往里，霉粮味越重。门后是一座藏在山腹里的粮仓。里面不是金银，是账册。父亲，我终于找到你被冤的第一块骨头了。可就在这时，身后忽然传来脚步声。姐姐，这东西你不能拿走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自然是宁王让我来的。一旦起火，账册、证据，甚至我都走不出去。姐姐，你为什么总能翻身？流放荒州你能活，断粮断水你能活，所有人都想你死，可你偏偏还能站起来。若你和这些证据一起烧成灰，你还能不能活？沈玉山，你敢烧这里，宁王也不会放过你。只要你死了，世子就会回头看我。他已经疯了。而我抱着铁箱，被火光困在了粮仓深处。烟比火更快。沈姑娘，我在里面。铁箱过不去，但账册可以。先拿走。那你呢？继续砸门。清河，种地的人最要紧的是留种，只要有人记得真相，冤魂就不会永远埋在土里。不行，我不能死在这里。我终于在粮仓墙角发现一处通风孔，孔不大，成年男子过不去。
但我可以试。沈清河，沈清河，看着我。我看见了，证据保住了。沈玉婉呢？放开我！我是永安侯府未来世子夫人。未来，陆明寒知道吗？带走。还能走吗？你自己都站不稳，比你稳。萧燕，这么多人看着，沈清河，你是不是不要命了？谁？账册呢？你醒来第一句就问账册，沈清河，你是铁打的吗？不是，所以才要趁没倒下前把该做的做完。账册记录了10年前北境军粮调破，父亲被指控私吞的那批军粮根本没有入过沈家账，真正签收的人是宁王府名下粮草顾廷章。父亲旧案背后还有朝堂更深的手。清河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清河，把账册交给我。宁王、左相、粮部全都牵扯其中，你会被他们撕碎。你拿到账册后，会告宁王，还是会先护侯府，收进暗藏？清河，你就这么不信我？是，因为我不会让他交出证据来换太平。你只会把他拖进更大的死局。死局，我陪他破。你呢？当天夜里，沈玉婉被押入荒州木牢，他以为还能等陆明玲救他，可陆明玲没有去看他。我把黑石谷带出的账册重新自抄3份，一份藏荒州，一份送北军，一份准备带去京城。宁王绝不会坐等我们入京告状。沈清河煽动流犯，私联边军，伪造账册，奉旨押解入京受审。怎么？你们要谋反？沈清河不能去，我们跟他们拼了！不拼，我要入京。荒州不是我一个人的，你守。荒州不能只等我回来。你不能跟我一起入京。我可以。不可以。宁王若趁我入京动荒州，你得替我守住这里。带着他。说完了吗？我转身，自己走向囚车。沈姑娘，我们等你回来。我没有回头，因为我怕一回头就舍不得走。我知道他懂我，这一局我必须自己入京。